鬼镜上。这个故事是在一次团建时，出纳小姐姐对我们讲的一个亲身经历。当时有7、8个男女围坐在一个长条桌前，玩着一种卡牌类的游戏。有意思的是，几个老大不小的成年人竟一直玩到了深夜。昏黄的灯光下，池小圆站起身，走到一个长条形的镜子前，伸了一个懒腰。接着他单手叉腰，侧过身，看着镜子里凹凸有致的线条，忍不住扬起了嘴角。几个小伙手里握着啤酒，脸上微微泛着红光，视线不约而同地落在了他紧致而修身的 T 恤上。说好输的人表演节目呢？项目部的一个男生靠在沙发上，眯起了眼睛，笑着道：袁姐身材是真的好，要不给大家跳支舞吧？记得你说以前学过舞蹈。池小圆没有回头，他看着镜子里的几个男人，露出了邪魅的一笑。跳舞行啊，你要和我一起吗？池小圆缓缓地转过脸，望着面露尴尬的男生，接着道：不如这样吧，我突然想起一个恐怖故事，很想讲给大家听，如果觉得不精彩，我再跳一支舞，如何？几个女生一听，立时皱了皱眉，而我们几个男的却突然来了兴致，互望了一眼，咧嘴笑道：好。池小圆将一边长发捋到了耳后道：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，班里有个叫娟子的女生，性格很好，长得也很可爱，只可惜她很瘦，属于那种怎么吃都不怎么长肉的人。后来男友选择离开了她，她也从此不再是她了。为什么？角落里一个女生问道：又瘦又可爱，她男友是脑子坏掉了吗？见池小圆没有解释，一个男生插嘴道：男的不是只喜欢可爱型的，如果太瘦了的话是没有感觉的。女生立时白了他一眼道：你们男的就是动物。男生没有反驳，只是催促道：袁姐继续，我很想知道后来他怎么样了。没错，男人的确都是动物。池小圆拉开一张吧台椅，坐了上去，缓缓地道：10多年前的一个周末，娟子发短信给好友池小圆，她失恋了。就在毕业前几个月，心里满是伤痕的她决定搬出2个人温存已久的房间。匆忙中，池小圆帮娟子找了一个总的来说还算不错的房子，那是一个看上去最起码有20、30年的老住宅楼。不过这恐怕是离学校最近、价格最便宜的一居室了。镜子不要对着床。收拾的差不多，池小圆制止了娟子的动作。她一面放下手中的落地镜，一面愣愣地道：啊，为什么？哎呀，不好就是不好。池小圆皱着眉道。娟子这才坐到床沿，呆呆地道：习惯了，以前一直都是这样放的。哎，娟子，别难过了，为一个无情的人不值得的。池小圆用纸巾帮他擦着泪水道：等过段时间我房子到期了就搬过来陪你一起住，好吗？他点了点头，嗯了一声后，泪水却又涌了出来。娟子整理出一箱零食，巧克力、薯片、奶油小蛋糕、坚果，什么都有。他打算一会儿带下楼全扔掉，因为他根本不爱吃这些，现在也不必为了什么而强迫自己吃什么了。
就在他起身向外走的时候，突如其来的敲门声立时让两个女生紧张了起来。谁？娟子警觉的道。我是房东。一个声音在门外道，可进来的却是一个20来岁的精致女生。因为匆忙，中午看完房子就交了中介费，但合同里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没有给齐，这本是无关紧要的事情，却不知道房东大晚上的为何要亲自跑来。复印件带了吧？房东微笑地问道。带了。你是房东？娟子一边取出复印件，一边疑惑地道，因为这房子的年龄似乎比她还大。是这样，这是我祖母的房子，老人家身体不方便，本来是委托我明天来的，但是我正好有事，所以这么晚跑过来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女生光滑紧致的脸蛋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可爱，尤其是她那高挑的身形，即便同是女人都忍不住会多看两眼。那不打扰了，我先回去了，这是我的复印件，与合同放一起就行。说罢，女生也拿出了一张黑白色照片的复印纸，交给了娟子。白秋兰，1937年6月。娟子只是随意地扫了一眼，觉得哪里怪怪的，还没来得及思考，只见转身离去的女生又回了一下头，向屋内望了望，欲言又止的道：希望你最好不要带男人回来，祖母说，尤其是前1个月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的。此时的娟子没有多问为什么，只是默默的道。送走了池小媛，屋子里只剩下娟子一个人。她关上了灯，坐在床边，呆呆地望着窗外，淡蓝色的月光直射了进来，洒在墙壁上、地板上，还有那面木纹雕刻的镜框上。娟子望着镜子的木框出了神，那是一种做工十分精美的造型，2个角微微地向斜上方卷起，一看就是有些年头的家具。她立时想到了过去也曾有过那么一面镜子。娟子其实是一个挺漂亮的女生，平时总爱照镜子，有那么一段时间，镜子就摆在床边。她忍不住将房东的镜子转了过来，对着自己。就在这时，借着淡蓝色的夜光，她看到了镜子里竟是一个憔悴的面庞。她凑了过去，看着自己干燥的皮肤，却突然想起了刚才那个女生水润的脸，心头竟涌起一股嫉妒的浪潮。她躺在床上，泪水不知不觉地浸湿了枕头。就在这时，她突然听到了一阵鬼魅的笑声。娟子立时睁开眼来，屏住了呼吸。房间里静悄悄的，她一度以为自己在做梦。没想到刚要闭上眼睛时，听到了一个女人的笑声。笑声很轻很淡，很像是一个人在嘲笑谁一样。是谁？娟子的头皮一阵发麻，她顺着声音的方向缓缓地侧过了脸。那笑声正是来自她的右侧，很近，就在离她床边不远的地方。在那面镜子的后面，娟子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后背一阵发凉。她想开灯，可是此刻她却根本摸不到开关在什么位置。是我呀，那声音接着道，不用害怕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你是谁？你在哪？娟子哆嗦地问。我在这里啊，你看不到我，
你要把我转过来才行。那声音道。转什么呀？娟子道。你还是自己出来吧，我害怕。傻姑娘，我要是能自己出来，就不会来帮你了。那声音又道。娟子的脑袋里是一片懵，她道：我不懂你什么意思。你这样，你把我转过来，对着你。那声音道：怎么转？转什么？娟子道：嗨，镜子啊，我在镜子里。娟子听到这里，有种难以言表的感觉，如果这不是梦，也不可能会是别的什么了。她颤颤巍巍地下了床，双手抓住镜框，抬起后转向了床边。月光下，自己的脸出现在了镜子中，水嫩光滑的脸蛋微微泛着光彩，高挺的鼻梁下红润可爱的嘴唇微张着，些许紧张的脸上一双大而明亮的瞳孔闪烁着动人的光彩。他用手轻轻地碰了一下脸颊道：这是我吗？起身看看。镜子里的声音道。娟子将信将疑地站在镜子前，里面的女人立时现出了讶异的神色。娟子捂住自己的口，镜子里的女人也捂住了口。她缓缓地放下双手，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久久无法自拔。这么些年来，这不正是那个男人心心念念的样子吗？被嫌弃没有傲人的身姿，没有凹凸有致的曲线，没有高谈风韵的双腿。可是他已尽了所有的力，还是无法满足他的欲望。娟子的内心开始怨恨，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正悄悄地萌生。想变成这样吗？那声音道：我可以帮你实现。